好，不过讲到战争，大家都心慌慌，我们就带你来看看中东战争目前最新的状况。我们带你看到的是以色列继续轰炸黎巴嫩，甚至是挺进加萨。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的港都，43万人逃往叙利亚的关口，导致多处损毁。以色列在针对黎巴嫩发布了一个撤离令。对于南部港都泰尔发动了空袭，整个市中心可以说是满目疮痍。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过去1个月大概有43万人逃到了叙利亚，而从叙利亚连通黎巴嫩的关口，已经有很多地方早就已经毁损了，所以想要逃，恐怕还得小心会不会被炮弹打。我们带你看到最新的卫星图显示，黎巴嫩的南部边境城镇已经成为了一片废墟。先来带你看看去年10月就南部城镇还长这个样子。但你可以看到，现在当时灯火通明，现在已经成为俨然一座废墟的样子。光是1年的改变就可以这么大。那么以色列部队继续挺进了加萨的北部，巴勒斯坦称10万的平民受困。以军的战车在加萨的北部深入2座小镇，还有1座重要的难民营。巴勒斯坦呢救难单位说，已经有大概10万名平民受困了。以色列突袭北加萨的医院，军方说捕获了100名哈马斯武装分子，但是加萨的卫生官员否认说，这个医院怎么会有武装分子的出现呢？那么现在胡塞组织的导弹也继续威慑美国跟以色列，以色列斥172亿加速研发铁树雷射防空系统，希望1年之内就可以来实际战斗。以色列国防部就讲到了，这开发进度将拨款20亿的谢克尔。换算台币大概是172亿元投入研发，希望在1年之后就能够投入实战。那么现在美国媒体揭疮疤，胡塞的民兵导弹攻击艾森豪航舰，距200公尺落下。胡塞的武装部队5月底发射了1枚导弹坠落在红海，距离美国的航母居然只有200公尺。国家利益杂志报道，这个报告指出，导弹近距离射击虽然没有打到航舰，但是已经在它的附近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打击能力已经是日益在进步当中。专家就说了，美国航舰没有被击中，靠的不是拦截成功，靠的是运气，真的是比较好一点。那么现在，俄罗斯也为胡塞武装袭击红海航运提供了一个追踪定位数据。俄罗斯呢向胡塞提供了这样的追踪定位，帮助他利用飞弹跟无人机袭击红海的西方船只。这个数据是透过伊朗革命卫队的成员来传递，这些成员跟胡塞武装已经一起驻扎在也门里面了。而我们带你看到，伊朗现在也放话回击了。你可以看到，伊朗说要使用所有可能可以用的攻击对以色列来做出攻击回应。那么，伊朗将使用这些对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做出明确而有效的回应。大陆安理会直接敦促以色列切实停止一切挑衅的行为，而且他想要推动中东停火。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大陆驻联合国的代表傅聪直接讲了，他说反对威胁地区和平安全的破坏行为，也谴责任何侵犯伊朗主权跟领土的完整。而现在一意孤行了的以色列，是不是也让美国在中东已经沦为配角的角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说，愿意跟阿拉伯国家推进和平进程，强调阻止伊朗获取核武。但是，虽然跟美国保持对话，但是会根据自身利益做出决策，尤其致力于阻止伊朗取得核武。就换句话说，就是美国的话，我也是听听参考而已，要不要决定是我自己来。那么纽时就分析了，现在美国在中东的角色根本已经式微啦。那么过去还有主导的地位，现在以色列才是老大，在多个战线全面开火，美国俨然已经变成了配角。我们来请教一下委员林委员，您怎么看？现在以色列还是继续的狂轰猛轰？以色列人的肆无忌惮啊！我常常讲说，在人类历史上是偶尔会看到小国利用他的战略上的优势跟那种政治的那种谋略啊，可以让大国就是会听他的话啊，大国会照他的一些意思去走。你看就某点来讲，从艾森豪到甘乃迪，他们都希望中华民国放弃金门跟马祖。可是老总统啊，大家都觉得他很强硬，好像脑袋不知变通。可是老总统就看准了，你就是不能没有中华民国，那我呢不能没有金门马祖，所以我就是不要，我就金门马祖我要守，那美国就
这个艾森豪总统就说：“那这样你至少不要把1/3的地面部队放在那里嘛，这样太危险了嘛，万一丢掉怎么办？”蒋先其实没有怎么太理他，所以金门那个时候最多的时候大概6个师，对，15万人，对，6个师在那个地方，这么多人啊，可能还更多都不一定。我在的时候就还有好几个师在那里嘛，是，所以你看金门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所以有时候是会这样子，但是以色列其实是特别的怪异，就是说以色列简直是让美国政府对他予取予求啊！你看拜登政府非常的无奈，一边告诉以色列你不能对平民下手，可是又知道他需要那些炸弹去炸那些大楼，然后那个大楼炸进去的时候，常常杀死的都是平民多，而不是所谓的那些哈马斯的人多。就他还是继续用那个2000磅的那个所谓的那个 bunker 什么 buster， 就是专门摧毁深入地下的那个碉堡的炸弹，一枚一枚的卖给他。送给他，就这样炸，就这样杀人，继续杀人，无可奈何。然后2个党的候选人，应该讲所有的总统候选人，在美国现在没有一个人敢批评以色列，所有的选参议员的、众议员的、选州长的，每一个人敢。你看多那个，你看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Schumer， 他是犹太人，他非常看不惯纳坦雅夫，可是他敢不敢说美国停止援助以色列，让他们不要再继续杀那些无辜的巴勒斯坦人民？不敢讲，一句话都不敢讲。这个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因为以色列犹太人在美国是牢牢的控有了，你像华尔街，对这些金融多少，好莱坞的电影里面有多少，还有像《纽约时报》这些重要的这些美国的媒体、电视公司后面有多少犹太人的力量在那里主导？所以犹太人是非常有钱，而且他捐很多钱。看看在美国这样学术自由的国家，康奈尔大学的校长被迫下台，哈佛大学校长被迫下台，宾州大学下台，这个都是所谓10所常春藤学校里面的3所，都是非常好的学校，只因为他们校园里面犹太团体认为他们没有好好去对付那些反犹太人的那种示威运动，所以呢，就把这些校长们叫到国会来修理，然后呢，最后就是逼退了他们，因为犹太人捐了很多钱给这些大学，所以你如果这些校长不下台，钱不捐进来，你这都是私立学校，10个常春藤学校，没有州立政府州立的学校，那他们就没有办法生存。所以就是说，一个国家，美国号称世界的唯一的超级强权，却被犹太人这样牢牢占美国人口只有2.4%左右，最多只到2.4%，有人说只有2%，可是牢牢的被他控制住。整个的美国的中东政策，简直是由以色列人在决定的。对，可是你也不能不说犹太人多厉害。我刚才讲多数党领袖 Schumer 是犹太人，这个国务卿 Blinken 也是犹太人，国土安全部的部长也是犹太人。所以你不能不说了 ，Harris 副总统的先生是犹太人，川普的女婿是犹太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女儿嫁的老公也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是无所不在的。当然，我也要替犹太人讲一句话，其实美国很多的犹太人是反对纳坦雅夫这样的杀戮，已经杀死了2万多大概多少？2万啊！目前4万多人，加上4万3，大概4万3，大概4万2、4万3人，在黎巴嫩已经杀了2700多人了，这里面很多是妇孺小孩，所以这些犹太人也在批判。可是这种民主政治的悲哀就是说，以色列号称民主国家，可是对于这样一个总统为所欲为的总统，他们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办法。是，所以这个就是说。就是有很多的无奈啊，但是我总觉得你美国如果要领导这个世界，你就要从有人道主义要开始。你看到这些小孩、这些妇人这样子被杀，几个月的小孩就被杀死，你美国竟然没有办法阻止这个行为，美国真的是不配领导这个国家、这个世界。那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因为现在伊朗感觉态度也越来越强硬了，您怎么看？
伊朗它现在是保留这个反击的一个权利啊，因为伊朗已经向以色列证明它可以突破它的防空系统，那么攻击精准的攻击这个以色列的军事基地。同样的道理就是说，它对于对以色列的民生设施、基础设施，例如说发电站电厂啦，或者是他们的政府机关的上班的地方，它实际上也是能够打击得到的。这个是伊朗已经向以色列证明了。那以色列这一次也向伊朗证明说，它的这种远程的从伊拉克对于伊朗进行的空对地的导弹，它基本上来讲也是相当的有威力的。而且呢，也能够摧毁伊朗的所有的军事设施，双方都已经证明了有能力突破对方的防线啊。现在的情况是因为双方都不想爆发彼此之间的大仗，所以呢，都有意的要压抑。但是对伊朗来讲，他现在是掌有这个反击权，可是他并没有说他要立刻反击，他只说他会选择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然后尽他的全力进行反击。那换言之，也就是，但是并不是现在。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话的意思也就是说，他愿意拿出条件来谈判，例如说，是不是加沙停火？如果停火，他可以不要再反击。对，是不是这个黎巴嫩的停火？如果可以，他也可能不反击。例如说，伊朗的核协议原来跟这个安理会的5国加德国，就是我们讲的6方的会谈6+1的会谈，如果能够达成协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他也可以不反击。那这个球就丢到了美国这边了。现在的情况就是美国跟以色列，那要不要回应伊朗的要求？加沙这个地区，我们可以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最无辜的、最可怜的其实是平民百姓。你看，1年前的时候，以色列要报复行动，要对于加沙进行攻击，他要加沙的公民、加沙的老百姓老弱妇孺往南迁，说要他避开战火。对，接着他就对于加沙的北部进行攻击了。他打到南部以后，要南部的这个加沙人往北迁，对，然后1年多过去了，杀了4万多的人杀了4万多人，而平民百姓的死伤的人数远远超过武装人员。哈马斯没有杀完嘛？而且他从北杀到南，然后从南再杀到北，整个加沙地区他控制了1年，现在还去打北部的加沙地区的医院，这代表什么？代表他哈马斯根本杀不完，也打不完，也根本不知道在哪里。现在他对于黎巴嫩的南部也做同样的动作了，难民几十万的难民开始往外涌出去了，老百姓无辜啊！以色列实在是不应该对于这些无辜的老百姓视若草芥真的是随便杀。我觉得真的不可以这么样的不尊重生命。好，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张将军，你怎么看？胡塞民兵组织竟然说他们的导弹就离艾森豪号200公尺，靠的不是他们的技术挡下来，而是靠运气好挡住。你怎么看？那他表示胡塞组织对这个反舰飞弹这一方面的，尤其它的标定位，在这一方面技术进步了。那这样的话，会对艾森豪威尔这航空母舰这一方面的威胁会增加，因为他哪一天他这是单枚，以后的话他是不是来个饱和攻击，来个5枚10枚这样齐射，让这个美国在这一方面的电战系统和防护系统在这方面承受不住，因为太多饱和攻击了，招架不住的话，可能就会有1枚到2枚突防成功，对，突防成功就会对航母造成威胁。那当然，它还有最后一道近迫防御系统，看美国的最后一道的近迫防御系统能不能发挥最后面的主炸的主角的功能。如果没有的话，那航空母舰就会受损。所以要看看美国在这两方面的那个强化的程度如何。我们可以看出来，那我们看以色列的军事政策有3个特性。第一个，你看以色列的就会把它周边的国家打残打亡，让他们这些国家没有战力，变成以色列就变成掌握了绝对的军力，就变成和平。所以以色列的所谓的和平是让所有的周边国家都战力瘫痪，然后以色列是有战力的，让他们不敢对他做挑衅，这是第一个特性。第二个特性呢，以色列是以我们知道越靠近以色列越不安全，
所以你注意看啊，只要是以色列周边国家是越挨打，对越远，所以跟以色列这个和平呢，跟以色列的距离要成正比，越远越和平，越近又没办法和平，越远越安全，越近越受威胁，是这个样。所以跟以色列啊要保持距离，与测安全。当你越近的时候啊，那你就想到了生存上会产生问题，这是第二个特性。第三个特性呢，以色列采取的是扩张主义。在1948年的5月14号，以色列建国。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当初它的国土面积只有9000多平方公里，不到1万。经过了几次的中东战争之后，以阿战争之后啊，它现在国土面积到了25000平方公里，它在扩张主义。然后现在呢，打到黎巴嫩，在黎南地区又变成它又占了一个缓冲区。占了缓冲区之后啊，可能会不会变成移民区，变成屯垦区，叫做做移民？当然有这种可能。所以以色列的国土都一直在扩张，所以以色列在长大当中，所以当它的周边的国家都会比较倒霉。那包含在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以色列还占了1200平方公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还。所以以色列采取的是扩张主义，三大特色。以色列军事政策就是三大特色。然后我们先来看呢，以色列现在有发展一个叫做铁束就雷射，这个高能雷射哈，那它现在先公布的话，换句话说，这个也有2种可以突破。第一个加固，我们知道它雷射都是巨能上去的时候，这个以后这些飞弹的导弹呢，它都会加固。再换句话说，它在这一外面的飞弹的蒙皮，它到时候变成加厚了，让它没办法烧穿。换句话说，因为飞弹的速度是非常快，雷射所能一个接弹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然后刚好已经到达目的。第二个，以后可能会有蛇形，不是完全曲线，因为一折的时候，这个雷射的这电脑的换算对这种我们讲的非曲线性的，它比较难抓，因为这算变轨，那它变成小变轨，不断的小变轨之后命中目标，也有这种可能。所以这种曲线蛇形也可以规避雷射武器的方法之一。好，那么我们讲完了中东战争，我们先带您看到最近的东亚也是相当的不平静。首先，我们带您看到是南北韩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到韩半岛现在是不是一触即发了呢？首先，我们看到了北韩指控南韩的军方用无人机来渗透平壤，警告如果你再犯，我们要采取攻势了。南韩的无人机分别在10月9号在北韩的外务省大楼，还有胜利地铁站中间上空，甚至是北韩的国防省大楼上空投射了反朝宣传单。北韩直接公布他们无人机的飞行路径，认定就是从朝鲜半岛的西部这个白领岛这边起飞，那么来到了平壤这一边。那么北韩国防部公布调查结果，怒批南韩，如果你还敢再做侵略北韩的主权的行为，那不好意思，我们要进行最残酷的攻击行动。南韩的国防部也不甘示弱，就说了不好意思，不值得核实或回应。那么当然，北韩的金宇镇，也就是金正恩的妹妹，她直接讲到，如果首尔市上空出现来历不明的无人机，而且散播影傀儡，这个影傀儡就是讲他们总统尹锡悦，而北韩变成毫无回应的价值的这种情况之下，我想看看肮脏的首尔野狗群是如何咬着泡沫来吠叫的。那么你可以看到双方的火气可以说是十足，只是你看到美国证实北韩现在已经派兵参战了。6周内2度访俄罗斯，北韩的外长出访莫斯科，崔善基6周之内2度去到了俄罗斯。声明指出，崔善基的访问是一个战略对话的架构下进行。北约也证实，北韩已经派兵参战俄乌战争，这对俄乌冲突将会是重大升级。北约的秘书长直接说，标志着俄罗斯的战争将会危险扩大。只不过俄乌战争，拜登称北韩军队援俄非常危险。美国国防部指出，有1万人在俄罗斯训练。美国国防部说呢，北韩士兵被派上战场，标示着这个事态已经进一步升级之外，也凸显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因为战场受到巨大伤亡而日益绝望。而现在俄罗斯的卡车运北韩兵到库斯克，乌军为攻敌恶补韩文。北约的秘书长说，现在北韩竟然已经派兵到俄罗斯参战了，作战地区可能就是被乌军攻入的库斯克。那么要怎么应对呢？乌军也很聪明，他们现在开始在学习韩文了。一旦
现在在战场上遇到北韩士兵，也许跟他们讲讲家乡话，是不是还可以有机会来跟敌方对话，降低冲突呢？而北韩的弹药全是劣质品，俄军公屋炮弹60%都是北韩制的，有些根本是没有办法爆炸，甚至是没办法瞄准的。美国战争研究所就说了，俄军向哈尔科夫发射的这122厘米跟152厘米的火箭炮弹药里面，60%是来自于北韩，但是真的品质太差了，不是打不到呢，就是没有在正确的时间来爆炸，所以相对来讲效率是比较低落的。那我们带你看到，美国对乌克兰的武器现在不限制俄罗斯继续推进乌东。美国国防部直接讲，好了，如果北韩真的参战了，乌克兰就可以使用美国武器，不会设新的限制。不过没有表明是不是批准乌克兰的深度打击。俄罗斯现在炸哈尔科夫，摧毁苏联时期著名的工业宫。那么这个国家工业大楼的大部分建筑现在已经被炸弹给粉碎了。它是乌克兰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历史可以回到1920年代，现在这个古迹都被打了。那么俄军10月占乌克兰478平方公里，是2022年3月打仗以来的新多。那么俄军快速的推进，凸显出乌军在国内的东部地区已经面临到一个相当大的困境。那么俄乌冲突2年半，2024俄罗斯的 GDP 预计增长3.9%。那么你可以看到，今年前8个月，俄罗斯的工业增值已经增长4.5%了。加工业已经增长了8.1%，现在机械制造业可能会成长大概是2%左右。只不过除了俄乌之外，中印现在谁要当和事佬呢？芬兰总统现在飞到了北京，可能会对于这个跟大陆的关系还有俄乌战争来做商讨。那么他们说呢，他认为俄乌战争只要有利中国，习近平一通电话就可以让俄罗斯决定不要打了。泽伦斯基就说了，印度可以帮助促成乌克兰战争结束，印度是重要的全球参与者，可以把俄罗斯拉到谈判桌前。对于印度主导的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毫无疑问可以在印度举行谈判，他 OK。我们先来问一下赖老师，你怎么看？南北韩现在是一触即发的状态吗？一触即发还不至于，但是我觉得彼此之间没有要收敛的这种情况，对，是往上在推高啊。目前来讲，韩国也没有说这无人机是我的，但是托贝兹也说啊，这无人机不是我放的，但是这无人机到底是谁放的啊？那韩国的这种做法有意思，也就是说啊，那是你这个朝鲜你自导自演这样。对。可是对于朝鲜来讲的话，我神经病，我自己自导自演，这种飞机在我平壤的上空丢下反这个金正恩的传单，这个是可能性是不大，但是到底是谁做的？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因为朝鲜已经指定了，就是说就是在白领岛，我觉得这个韩国应该要去核实一下，查一下到底是谁要故意的去挑动两韩之间的敏感神经，对敏感神经，因为如果爆发了冲突，恶性的旋螺一旦上来，那会不会爆发您刚刚讲的有没有可能爆发战争？它的几率就上升了嘛。我觉得朝鲜跟韩国既然都没有想要打仗的话，就收敛一点不就好了啊？但目前看起来并没有要收敛的意思。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朝鲜的军队到这个俄罗斯去了。朝鲜跟俄罗斯有签一个新的军事同盟条约，这个条约普丁已经签字了，送到这个杜马，就是俄国的国会，俄国的国会在上个礼拜批准了，所以这个条约已经正式生效了。这个条约就是以美式为版本的这种的军事同盟条约，也就是说，俄方或者朝方有受到第三方的攻击，那双方都有义务要去协防对方。现在的情况就是俄国它的领土有受到乌克兰的攻击，就是库尔斯克，所以现在他要求平壤，就是朝鲜提供援助，朝鲜就提供12000名。这个本来美国跟北约是不愿意证实，现在已经证实说这些人已经到了这个俄罗斯这边去了。但是我觉得媒体的报道里面要小心一点，它并不是进入乌东地区去作战，它是在俄罗斯的境内对库尔斯克，就是俄罗斯被乌克兰打下来的那块土地去作战。那如果他一旦投入战场作战的时候，你美国跟北约还很难指控他说他介入了
这个乌克兰的战场，它是在俄罗斯的战场里面跟乌军打仗，这不一样哦。在俄罗斯的境内，俄罗斯的战场跟入侵的乌克兰的军队打仗，我想这个性质是不太一样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如果说这支军队被证明是能打的话，那俄军很有可能就会从这个库尔斯克的这个战场抽调部分的兵力进入乌克兰的东部地区了。那乌克兰的东部地区，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单10月的时候，俄军就打下了4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代表什么？军事的进展越来越顺利。如果他又有这么多的军队从这个库尔斯克脱离战场进入乌东地区，那这个对于乌克兰来讲，前景是非常的不妙。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回到新闻大白话，我们来请教一下林玉芳委员。委员你怎么看？现在北韩竟然要到俄罗斯去帮忙打仗了，是吗？我们一开始是讲到北约的一些国家，像英国啊、德国啊、法国啊，他们的军舰到台湾海峡来。对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是亚洲的军队跑到欧洲的战场去打仗，就是北韩的军队，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啊。但是我这个冲击很大，也就是说，南北韩的对立已经延伸到欧洲的战场去了。延伸到乌克兰的战场，或是说这个俄国的战场上去了。那这意味着会是什么？会让南北韩的敌意更加的深浓吗？因为这个南韩的这个大统领已经讲了，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现在是间接的卖武器，不能直接卖武器给乌克兰，那我未来我就可以直接卖了。所以这个敌意会变得更深浓。这里面敌意不是这南北韩的对立的问题，是俄国会更恨南韩。那这个意味着会什么？那就北韩会受到俄国更多的军事跟经济的援助，那发展它的军备。那这样的话，南北韩的对立又会更加的升高。所以这个就是说，现在会有很多事情我们看不出来，但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一件事：你北韩送到这个战场上，乌克兰战场要俄国战场去打仗的那个表现如何？对，如果他们打得很顺的话，那我告诉你。欧洲的国家、北约国家也会试着叫南韩送军队去帮忙。那是不是南北韩军队就在乌克兰、在俄国土地上打起来了呢？世界参战了。我想越战的时候，美国是有叫南韩白马师，对，那直接2个师，派到这个越南去跟越共打仗啊，对，跟北越打仗啊，是有这样子的。所以也就是说，在最后变成这个战争的延伸，会串联在一起，地区。超越地域的这样的一个连结，对，那这个连结是会让对峙的紧张的关系会从欧洲会到原本就已经很紧张的这个西太平洋这边来，到这个东亚这边来。那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大家要睡好觉会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大的战场。那么接下来有可能北韩的兵如果真的像想象中那么强的话，那接下来是不是有更多的兵就会到这个乌克兰的领土去？这也是大家很担心的。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将军，那你又怎么是看这个北韩兵这件事情？因为北韩出境作战，南韩一定吃味，所以他就吃味了嘛。为什么？因为现在乌克兰已经是这个战力残破、精疲力尽。那乌克兰战场的死伤那么多，好，那现在北韩进入这个抓尾段，刚好杀尾段，刚好刚好事半功倍，坐守其成，这战果辉煌。那今天南韩一看，他当然吃味啊。是不是？那第二个，我认为现在北韩如果跨境作战的话，它可以汲取现代战争的经验，现代战争那这个是很珍贵。一回来的时候，将来对付南韩，那驾轻就熟啊。了解无人机怎么使用？对，因为他们有实战的经验了嘛。那如果是过来的时候，那南韩会这个瑟发抖，会这个样。所以南韩在这方面一定吃味嘛。第三个现在朝鲜跟俄罗斯攻守同盟，因为他已经帮他了。那将来的时候，乌克兰战争结束的时候，俄罗斯一定投桃报李嘛。那变成南韩要面对2个核武强权，那南韩没有一个核武，他2手空空，
然后这两个邻居又是邻居，当然对南韩这方面的压迫，尤其军事上区域安全上的压迫一定很大，日甚一日。所以南韩在这一方面一定吃味，不知道怎么样去，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也无解。那我们现在看到乌克兰战场，看泽伦斯基，泽伦斯基是战略错误，非常可惜，战略错误。他要看到俄罗斯要的是什么？俄罗斯要的就是扩张领土、扩张占领，所以土地一直在被占嘛，很清楚的嘛。想要回来，一定要靠战力能够要回来。第二个，我们可以知道，俄罗斯就是要乌克兰完全屈服。那你看现在已经打成这个样子，乌克兰已经没有招架之力了，就没兵了嘛。因为俄罗斯有北韩帮忙，但是乌克兰没有人帮忙啊，就是给他武器，你自己去打，自己去发挥，自己去把自己的国土要回来。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韦佳琪。那么这一节要从国内的政治带您看到的是国际局势。那么加入我们这节来宾，包括有国际的政治专家赖玉谦赖老师，午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我们的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林委员，午安。大家好。好，然后还有我们的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张将军，午安。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我们带你来看到这个美国大选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倒数阶段，但是我们带你看到的是，现在纽时跟 CNN 的封关民调，贺锦丽跟川普目前是持以打平的状态。纽约时报是48对48 ，CNN 则是47对47。纽约时报直接讲了这样的数字，对于贺锦丽来讲是非常的不利。那么现在呢，这个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也直接抨击晶片法案了，他甚至讲到台湾应该要付保护费，而不是补贴晶片厂。他说呢，那个晶片协议真的是烂透了。其实只需要把关税提高，他们就会自动来美国建晶片工厂，根本不需要什么政府补贴啊。只不过这句话当然引发很多台湾的民众觉得，哇，怎么会这样讲呢？但是石板民夫就说，台海危机有保险是好事啊。你看看我们日本交钱就没有军队了。那么周玉蔻直接讲，川普其实他是嘴巴硬啦，他其实是拐弯在爱台湾。石板民夫也说这是好事嘛，反正台湾不缺钱啊，你只要交保护费之后，大家就安心啊。如果台海发生危机能有保险，就像日本交保护费就不用军队一样。那么这样的比喻也让很多人有点摸不着头绪。再是我们带你看得到是，现在日本自卫队大概有25万人，在美军事网站全球火力2024总体的军事实力排名，明明就是名列前茅，仅次于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韩国跟英国。日本怎么会没有军队呢？那我们带你看到的是美国、日本利剑军演，然后现在载16人的鱼鹰机撞地受损，那么自卫队现在全面停飞。日本的自卫队有一架鱼鹰运输机，昨天打算从冲绳起飞的时候左右摇晃，所以最后造成了什么？造成它左翼下部触碰到地面飞机受损。目前有17架停飞。去年11月呢，这鱼鹰坠机才酿成8人死亡，还没有查到失事原因，3个月后就复飞，所以引发很多冲绳居民现在是非常的不满。不过讲到冲绳，他们现在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就是他们被牺牲的生活安全、驻日美军的犯罪问题、不时的军机啦、噪音、环境污染，又或者是治安都超越了这些日本冲绳人他们的忍受的极限。70%的冲绳人都觉得不公平，为什么是我们来承担这件事情？那么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车轮战，可以看到继美加军舰之后，现在法国军舰杜月号在10月29号的时候也通过了海峡中线以西。法国木月号今天由南往北通过台湾海峡，这也是继美加军舰通过台海之后，这个月第3艘外国军舰通过。那么你可以看到呢，这个海峡中线以西的航线，而不是美加军舰中线以东的航线哦。从9月13号，德国2艘军舰穿越台湾海峡；10月21号又有美加军舰；9月25号的时候，当时还有一个纽西兰的澳洲军舰一起通过台海。那么当然，日本的护卫舰也首度通过台湾海峡，甚至在5月份的时候呢，荷兰军舰也穿越台湾海峡，还有英国的巡逻舰。有人就说了，这些动作这么多，接续来穿越台湾海峡，真的有效可以吓阻中国大陆吗？打上了大大的问号。毕竟现在中国大陆也不是省油的灯，解放军也在秀肌肉。我们带你看到的是不堪其扰。
日本防卫省说，解放军一天就有3架军机穿越宫古水道进出太平洋，运9反潜巡逻机跟 BZK-005大型长航无人侦察机都从东海来，经过冲绳和宫古岛之间的空域。自卫队严密监控日本9州外解放军情报舰频繁出没。他们说，先后监控到815型电子情报舰天泉星号、北极星号向东航行，通过了这之间的海域，你可以看到。那么现在剑指越飞，解放军南部战区海上演习受防空反导能力分析，测试南海的防御。南华早报说，随着越南跟菲律宾扩大足迹，解放军这样的举动也是在测试这南海的防御能力到底有多少。那么继射洲际飞弹之后，解放军又展示了东风26、27导弹。美国警惕北京的威胁现在是越来越高了。那么也传出这个俄苏57战机将跟歼20、歼35同时亮相11月的珠海航展。那么莫斯科很有可能会派出苏57来捧中共的场，也成为俄军的空军造势。我们先来请教一下玉芳委员，您怎么看美国大选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最后倒数的阶段，但是两方似乎是打平的民调？这个从大概进入10月之后，其实川普跟贺锦丽的民调就开始拉近。对，那前面的这个1个礼拜10天，我们大家就已经看出他们就是差2%、1%，然后0.6、0.5，然后接着就扯平了，就拉平了。这个对贺锦丽不好，不好有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你竞选的时候，快离投票日越来越近的时候，你的声势是往下走的。贺锦丽，好，川普坦白讲也没有升高多少，但贺锦丽整个很明显是往下走，这个趋势就会挡不住。人家石头从山坡上滚下来的时候，那个力量也是挡不住了。这样子，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有一件事情，这个李先当时在 TVB 主持全民开讲，是有一年的立法委员要选举投票的前几天，他私底下跟我们讲，因为那时候不能公布民调，他就讲说，哎，某某人的民调，你现在是往下走的哦，你要小心哦。那个人后来就落选了，立法委员的选举就落选了，是啊，所以这我印象就会变得非常深刻，就是说，这个选举的最后的这段日子，你的民调往下挫。这个趋势一旦形成以后，你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挡得住这个石头滚下坡来，这第一点要担忧的。第二点呢，川普2次的总统选举，他的民调都被低估。事后我们大家去看，都被低估。低估的原因啊，不是有那个用他们英文讲的，就不是有所谓的shy 这个Trump voters，就是说不是有那种很害羞的川普的投票者，隐性支持者，就是说你做民调的时候就是说，问了他不讲，不是这个样子，是你没有办法接触到他。哦，你知道，因为他有很多支持者是比较属于中下阶层的，你做民调时，他可能还在上班呢，对不对？而且说不一定，他真的连电话都没有，对不对？对，所以这个就是他的民调被低估的原因，所以这个就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认为贺锦丽现在是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啊！我觉得有2个原因，少数民主其实是非常支持民主党的。你看奥巴马出来竞选，拜登出来竞选，黑人的支持度至少都85%到95%之间，对，就这么高。那个所谓的 Latinos， 就是讲西班牙语或葡萄语的那个拉丁语系的中南美洲那些上来的，包括波多黎各来的那些人，他们对他的支持度也远超过对共和党的支持度，就支持民主党的多，支持共和党的少。这是个很长以来的投票记录就这样显示。可是今年你会发现，黑人支持贺锦丽的程度比起往年来差了很多。对。这个 Latino， 这个拉丁人、拉丁裔的也是这个样子。他们有研究说为什么会这样，也就族群的意识变得比较单薄，尤其年轻人那一代，他们开始认为说我就是美国人，他没有想太多哦，我是黑人哦，啊，我的母语啊是西班牙语的哦，是葡萄牙语的，现在变得比较少。好，这个就是说像1960年代那个族群意识是非常浓厚的时候，你看到黑人还有黑豹党啊，对不对？
所以我的感觉说，贺锦丽丢掉了这种少数最大的族群，拉丁裔的，还有黑人的这样第二名的黑人的这样一个支持的话，我觉得对他很伤。当然，如果要再讲一句，还是回到原来问题，经济。对，3个 I 嘛，一个 inflation 就是所谓的通货膨胀嘛，这个就代表说，对中低收入人来讲的话，尤其黑人跟 Latino 这些人，我的收入没有增加，物价却上涨不少，我这个账要算谁头上？他当然是算在拜登的手上，那就算在贺锦丽的头上嘛。这是一个第二个 I 呢是 immigration， 就是移民，很多的所谓的人家丢掉工作川普就说你们丢掉工作，因为你被这些非法移民抢走了嘛。事实不是那么严重，没有那么严重？不过他就这样讲。第二个就是犯罪率，美国治安在很多大城市变得很差，共和党就说，这个就是那些人过来的。那些罪犯，他们有政府，拉丁美洲这些国家有计划的把他们罪犯送到美国来，就这样子嘛，是吧？另外一个 I 就是以色列嘛，以色列这个就是加沙的问题，黎巴嫩南部的问题嘛。你杀了那么多人，那些人阿拉伯裔的信回教的这些人，包括印尼的回教徒，他们会同情啊。那么你拜登为什么还继续送炸弹去？那以色列去杀这些人，那以色列也不感激他。校园里面几十年来第一次反犹的运动搞这么大，你民主党没有好好去遏制他们，所以两边不讨好。所以我觉得贺锦丽的确是非常危险。那我们请教一下赖老师，那么照这个林委员所讲的话，那么川普当选几率很高咯，那么未来台湾是不是就要找保护费了？怎么还有媒体人说这是好事啊？他嘴硬啊？他不太懂。那他不太懂，我们就不评论他。是，但我们评论一个外国人在台湾老是大放厥词说三道四的这样的一个日本人是受不了。这个日本人实在是有点可恶了因为明明日本有军队叫做自卫队，对，那不管他用什么名字，他就是一个，你除非他那个石坂民夫站出来说，我们的日本的自卫队不堪一击那如果你这样讲，那我们也就认了嘛但至少他不会比台军比国军的战力还要差嘛。对至少我想对于民进党来讲，如果你说他比国军的战力差的话，那对于民进党的感情是有受伤的因为他们如此的爱日本人好，那问题就在于，明明有25万的军人，然后他说日本没军队，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川普要多少保护费？他要我们的国防预算要增加到10个 GDP 的百分比，10%的 GDP。你知道我们2022年的时候，我们的 GDP 有多少吗？7600多亿美元。那如果你要10的百分比的话，就是10%的 GDP， 那就要760亿美元。760亿美元，各位观众朋友，你想想看，那是不是就是2-3兆台币了？我们的整个总税收也不过就是2兆多台币，那你全部的总税收还不够拿去国防，然后你这个国防，然后再倒给美国当保护费，那我们人民，我们的教育费哪里来？是，那我们的社福支出，我们的社福基金，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那从哪里来？对，那干脆这个赖清德也不要养了，赖清德自己就说我自己掏腰包养自己，然后所有的部会官员都说我们掏腰包养自己，所有的立法委员说反正我们有钱嘛，我们就淘宝养自己。但问题是我们还有庞大的教师队伍，还有公务人员队伍，还有军人呢，他要养家活口，那你这个钱哪里来这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川普要台湾拿出10%的国家的总收入 GDP， 然后拿来国防预算。好，第二个，美国收了保护费，确实就会保护你吗？你拿什么来担保？你美国拿什么来担保？你收了保护费，你就派军队到台湾来吗？你敢派吗？你能派吗？美国根本不敢派嘛。不相信我们来赌看看石坂民夫，你就来赌看看。你跟赖清德问，你跟赖清德说，我们今天就拿出700亿美元，然后请美国驻军到台湾来。川普当选以后，看美国人收了钱敢不敢来？保证不敢来。不要一张嘴说谎话，欺骗台湾人。不懂的我都不再评论他，再强调我只评论那个外国人在台湾吃香喝辣的欺骗台湾人。我觉得这些人最可恶，而且呢，
问题是在于他的钱吃香喝辣，那个钱是谁付的？我觉得搞清楚啊，民进党当局不要出卖台湾人的利益。好，那我们请教一下张将军，因为最近好多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尤其是现在又有法国的军舰“牧月号”，您怎么看呢？因为他们都经常的，就是由美国来代班，你包含前一阵子的，包含加拿大，也包含德国。那这一次的话，我们有没有知道日本它也会有间歇性的来穿越？那中国大陆的在台湾这常态战备警巡啊，那或者是联合利剑啊，它就是这个内水化，但是美国跟这个西方国家穿越的话，是把它国际化，要内水化跟国际化两个在拔河，所以中国大陆在这边常态性，那美国也在这边有频次的通过。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就是鱼鹰机有没有？这个鱼鹰机这一次他们有这个状况。那鱼鹰机我们知道，鱼鹰机在设计上啊，就结构性的问题，因为它又是直升机，又是在这边变成我们讲的运输机。那它直升机的话，它在两端的话很容易不平衡。鱼鹰机有3大致命的，第一个，它在动力输出不平衡的状况之下，很容易就倾斜，一倾斜的话就容易撞地。它这个你左边右边就怎么样？另外一个，它比较怕的就是阵风，你有风一阵一阵的状况之下，它也会受力不平均，也容易撞到。所以它不平稳，它起飞的时候一定要靠直升机的力量，然后到空中的时候高度够的时候才转换成巡航模式。在起飞降落模式跟巡航模式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很复杂，因为气动力在改变，而且它有设计的短板，它这个翼面积啊28平方公尺，当这个旋翼在打的时候，有1/3是打到它的翅膀上面，只有2/3是升力，1/3被翅膀吃掉，反作用力嘛。就变成这个状况，所以他很怕侧风。另外一个，他又很怕阵风，又怕侧风，又怕阵风。第3个，他怕阵风，阵风是一阵一阵的，就造成他不平衡。在起飞跟降落阶段这是最危险的。然后它一不平衡，一个翅膀，它的旋翼是非常大，一个翅膀这个螺旋桨一打到地面，整个后面都翻覆了。所以鱼鹰机的倾斜式的这种旋翼机是不牢靠，它这个尤其在转换模式的时候是它最危险，然后又是这个非常少用，又违反了气动力，又对风向风速没办法控制，所以鱼鹰机的设计不是很成功的。另外，我们来看这个，他们说交保护费，对，我认为交保护费有这一个说法，表示我们有3个状况。第一个，台湾在这方面战力的主动性不够，主动性不够才要交保护费，主动性够，我们还要干嘛交保护费？第二个，表示台湾的能力不足，能力不足的状况之下，其他国家比较忧心啊，那你要交保护费，要靠外力来帮忙，但是外力随时可以跑掉啊，外力不可靠自己，因为靠楼会倒，靠人会跑，靠自己最牢靠，所以这个那我们可以知道，美国把台湾呢当过三子，就在军售的时候把台湾当凯子，卖得好贵哦，然后中国大陆跟美国关系弄好的时候，888的时候。那台湾呢？台湾被当盘子，2个一起分了，把它吃掉了，是不是？台湾嘛，那美国跟中国大陆关系不好的，台湾被当棋子，你被当棋子啦，看要怎么样去交换好的条件呢？所以中美关系好不好，台湾也有可能被当棋子，又当盘子，然后在军售的上，台湾被当凯子，所以这3子我们要非常的谨慎。